一看，阿 Sir 才刚跟上老哥，就被他故意滋了一脸水，气得阿 Sir 上去就是一个野蛮冲撞，将老哥顶出去10多米远后，又跟上去补了一刀。如此一套操作下来，硬是给老哥打出了僵直。可在短暂的休整过后，老哥居然再次上路，而且操作变得愈发疯狂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，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辆红色的 SUV。这位老哥涉嫌酒后驾驶且逃逸，在摆脱了2位阿 Sir 之后，又被赶来的队友遇见。这么点小事本来不足以闹出这么大的场面，可在当阿 Sir 们验过车牌之后，发现这老哥才刚放出来没几天，就把上一次进去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。此时老哥躲上了自行车道，阿 Sir 立刻变换阵型，为首的队友更是直接上去一个贴贴。可这一下不仅没能成功将老哥截停，还让他自己遭到了反噬，被老哥顶上花坛之后给崴了脚。没想到匹配不到2分钟，就有阿 Sir 率先出局。此刻老哥在对面车道是越跑越起劲，丝毫没有要回来的打算，加上不断的有 NPC， 阿 Sir 也只能跟在一旁观望。趁现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的座驾，这是一辆2002款的雪佛兰萨博班，这款车最高搭载 6.0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20，峰值扭矩495牛米。别看它有20多年的车龄，这玩意儿放在当年可是总统车队的核心成员，凯迪拉克1号旁的安全屏障，可见其性能有多强悍。话音未落，老哥便开始展示他的越野性能，带领阿 Sir 走上了轨道交通线路。这条路上铺满了碎石，强大的扭力让老哥在前进的同时，还不断的有石头砸向阿 Sir。已经有一位队友出局，阿 Sir 不想栽在这儿，于是只能放慢车速，看着老哥渐行渐远。这操作看下来，不得不说他能摆脱一次阿 Sir 并不是侥幸。好在这条路上只跑了1分来钟，老哥便换了张地图。一对阿 Sir 在这条路上被颠了这么长时间，心中很是不爽。现在终于回到了正路，从发动机的咆哮声就能听出来，他已经提前开启了全速，怕什么怕？只想赶紧将这家伙截停。阿 Sir 还没靠近，老哥就提前去到了右侧，还没搞清原因就被滋了一脸水，这下彻底点燃了阿 Sir 的怒火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如此势大力沉的一击不够解气，还上去给他来了一个 ending pose。如此剧烈的2次撞击，强如老哥也被打出了僵直。而就在即将被阿 Sir 包围之际，调整过来的老哥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，倒车拉开距离。可面对如此良机，阿 Sir 又怎么会放任老哥离去？队友趁老哥掉头，已经上去来了个贴贴。可阿 Sir 的这一下撞击却是帮老哥多了几分向前的力，改变的位置让队友有些使不上劲。眼看队友就快坚持不住，他上去又顶了一下，这一下成功帮助老哥脱困，气得队友直呼：“我们种出了一个叛徒。”这一顿操作下来，可见阿 Sir 确实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。现在看着自己即将起飞的机盖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趁着前面没车，不断的加速，试图和老哥来个1换1。可刚才已经体验过了左右为难的老哥，并不想给阿 Sir 任何机会。眼看阿 Sir 就要靠近之时，他突然一把方向冲进了右侧的田地里。如此快的车速，这么高的坡度，居然还能轻松着陆，一时间不知该夸车辆牢固，还是该夸老哥的技术。而如此劣势的情况下，还叫阿 Sir 分不出胜负。不管怎么说，这老哥确实是号人物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难怪如此能跑，原来是位5星大佬。现在比起刚才在轨道上的情况好不了多少，在这宽到没边的田野之中，老哥就像只自由的鸟。论公路速度，他的这辆车毫无优势可言。可面对这种地形复杂的路况，他简直立于不败之地。看来对于这辆车的性能，老哥早已摸得滚瓜烂熟。而经过了刚才几次剧烈的撞击，阿 Sir 的车速明显有些力不从心，就连他自己都感觉浑身的关节都快散架了。真该试试妙界 F2 膝盖按摩仪，每天热敷加按摩，体贴舒适感拉满。阿 Sir 我要打报告，妙界热敷面积做了大升级，内侧用的银离子面料，锁温效果特别到位，再配上草本爱绒包，烘暖膝盖又暖心，驱寒祛湿，用下来真值5星。我平时运动完带上就爱开个高频按摩，手法嘎嘎准，跟老师傅一样，揉捏捶打，疏通经络，护膝同时减少损伤，膝盖酸痛立马刹住车。不光我年轻久坐久站需要按，爸妈年纪大了更得背着用，拖到关节坏进手术室就麻烦了。日常养护真得趁早，妙界5档热敷6档按摩，膝盖手臂肩膀都能用，贴合设计，带着不耽误活动。一家人的日常养护它全包，还有大屏书显、语音播报，长辈拿到手不用教。3·8节快到了，大家抓紧领券，底价到手，保加1年松运险，质保售后都靠谱，还有礼盒包装，自用送礼都不错。眼看就要越掉越远，好在关键时刻队友站了出来。只不过阿 Sir 的这个车速在队友看来并不是车辆出现的故障，而是愈发怀疑这家伙是个卧底。刚才故意帮老哥解围，现在又放慢车速让老哥脱身。要不是一开始的那个大力贴贴，那还真得严查他一番。但既然不是25仔，那就只能说明他太菜。现在先不计较了，抓老哥要紧。此时老哥已经撞破了前方的铁丝护栏，越跑越远。
此时阿 sa 和队友分头行动，在这片田野里的追逐颇有一种猎狗围捕兔子的即视感。多位阿 sa 正在不断的缩小包围圈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但凡有一个机会，阿 sa 就会毫不犹豫的撞上去。而就在这时，前方又杀出一位队友，多位阿 sa 立刻开始了交流。虽然这位超进度的阿 sa 没能成功和老哥贴贴，但此时阿 sa 发现老哥的车辆已经冒起了滚滚浓烟，没想到被阿 sa 几次大力贴贴都没有出现问题，却是在自己撞开护栏开路时伤到了水箱。可见在没有加防撞梁的情况下，车尾比车头要结实得多，所以在追尾时拿后车和前车的受损情况来比车身的硬度并不合理。当然，如果被半挂追尾，那另当别论。而面对如此逆风的情况，老哥依旧没有打算停车的迹象。此时的他是一路跑一路封烟，尽管表现的是车残之间，但看这个架势，应该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随着老哥在这片空地转了几圈，赶来支援的队友也是一天再天，四面楚歌的压迫力叫老哥不敢放松半点，不断的压榨着这辆车的极限。这种跑法可真是有些为难这辆20多岁的老爷车。为了帮助老哥成功逃跑，他也是彻底燃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力。此时跟在老哥身后的不下10辆氛围灯，一个个如同饿狼一般狠狠地盯着老哥。这样一来，虽然这片田野很宽敞，但老哥能走的路却是越来越少。但凡他放慢车速或是再次转弯，就会被阿 sa 毫不犹豫地一头撞上。而他的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，本来就会随时熄火，再经历一次撞击，恐怕会油尽灯枯，彻底的动弹不得。迫于无奈，老哥只能一路向前。而这种直线跑法很快便跑完了这片草地，来到了路边。虽然好消息是这边并没有护栏阻碍，但此时这辆车的状态，哪怕回到了马路上也根本跑不快。看来这场对决注定要失败，已经拉扯了10多分钟，多次截停都没能成功。此时再次回到马路，阿 sa 是气势汹汹，一脚油门顶着飞鞭子的机盖朝着老哥发起了冲锋。眼看机会就在眼前，阿 sa 脑海空空，一直到撞上老哥，油门都丝毫没有放松，配合上队友补刀，这次截停终于成功。虽然车辆被堵得无法动弹，但僵持了几分钟，老哥依旧不准备下车。阿 sa 见状也不惯着，立刻去到后备箱掏家伙。看来今天是非要给老哥打哭为止。这个外形酷似 AR-15步枪的东西叫做胡椒球发射器，它所发射的胡椒弹是一个小球，外壳易碎，内部填充高浓度辣椒素粉末，击中人体或者是障碍物的时候，外壳破裂就会释放出刺激粉末云。再猛的猛男被它击中也得哭好一会儿。每当阿 sa 掏出这玩意儿的时候，就基本能猜出今天的老哥皮肤白皙。眼看一盒子弹打完，阿 sa 还不解气，他转身就回去换了另一把枪。队友一看他还在填胡椒弹，人都麻了，连忙阻止他。不是哥们，什么仇什么怨，老哥都被腌入味了，你还来？也不知是为了保护老哥，还是保护队友，其他人趁着阿 sa 没有继续开枪，立刻一拥而上将老哥给拖了出来，完全不敢再给阿 sa 有开枪的机会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内森，2天前刚刚从局子里放出来，现在就捅了这么大个篓子。为了抓捕他，至少有7辆警车受损。阿 sa 发现他除了胡椒粉吸的有点多以外，西方树叶也没少吸。最终他因为累犯而被指控多样罪名，被判5年监禁之后，又额外多送了2年，另加20张交通罚单，保释金35000美刀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全部结束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